据目击者反映，翟西西坠楼之前，有人看到树下一直有人拿着手电不停的闪光，同时他就跳下去了。但那是个监控死角，什么都看不到。结合现场所有人的口供和现场的痕迹，可以推测出死者生前有求生动作，他很可能是失足坠楼。齐主任，您刚说有疑点是什么？ 死者的右脚鞋还在脚上，只是左脚鞋原本在什么位置？在这。我检查过，死者的右脚鞋穿得非常牢固，鞋带也没有松过的迹象。我试过了，基本不可能在没有松开鞋带的情况下自己脱落，但是左脚鞋却脱落了。 所以有人帮他松绑了鞋带，鞋子才掉的。你看这儿，阳台栏杆上有血迹，这应该是死者生前抓住了栏杆，挣扎了一段时间，然后才掉下去的。所以，他坠楼的位置应该是接近垂直，但是现在，尸体却离大楼 还有一段距离。下楼看看。苏大，楼上几家邻居都走访完了，没问到什么有效信息。有人吗？别敲了，那没人。那房子挂中介往外卖呢。喏，就这一家。 11地产，谢谢啊。老万，打电话问一下。真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刚刚才有人掉下去，竟然有几个毛小子在楼梯间打架，真是事儿多。哎，进来吧，警察，就是这间屋子。啊。 这门是一直没关吗？哎呀，这个我有点记不清了。最近有人来看过房子吗？上次应该是上个月的事儿了。哎，这最近不是行情不好吗？这楼又是老楼，业主又不肯降价。哎呀，而且最近又发生这种事儿，更别想卖出去。哎，警察同志，你们是来查坠楼案的吧？ 我们查什么是你管得着吗？这房子钥匙除了你，还有别人有吗？只委托给我们一家公司，房东留了一把钥匙给我们备用。平常我们会带客户来看房。朱队，让我们到那边看看。哎，怎么了，齐法医？你看这里。 这晾衣杆是弯的，翟西西的尸体左脚脚踝有淤青，但是在现场的时候，尸表检查还没有这个痕迹，而是在尸检过程当中慢慢显现的。这就是皮肉组织遭到强力压迫之后的表现，表征不会立即显现，快的几分钟。 慢的几个小时，所以翟西西怀部的淤青一定是在死亡前后短时间内造成的。我怀疑她的淤青
是落在了晾衣杆上造成的。翟西西可能不是意外坠楼，而是他杀。廖云生死了，谢瑶琪还生死未卜，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原点。如果谢瑶琪没死的话，今天晚上就是救她的最后机会。按照正常逻辑来说，这些受害者之间应该都有所关联。叶莹莹、谢瑶琪、李淑婷还有廖云生，原本4个不相干的人，他们唯一的交集点就是医美诊所的廖东。但猪肉铺出事那一天，廖东的不在场证明我们已经核实过了。可是现在他是唯一一个和案件有关的人。把他叫过来问问。这孩子打小就可怜，从小没了爹妈，是我妈把他拉扯大。可现在这样，我怎么跟老太太交代？他来合成之后交了什么朋友，和谁在一起？除了在学校，在外面都干些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云生这孩子从小就内向，不爱说话，害羞，也交不下什么朋友。平时到我店里，一天也说不上3句话。你知道这3个女孩，还有你侄子，都怎么认识的吗？是，也不是。小谢是在我那儿兼职，然后才认识了叶莹莹。这个女孩是小谢带来的，不过他们认识了以后，好像感情还不错，平时老在一块儿说说笑笑。有什么你就说，把你知道的、想到的，一字不漏的告诉我们，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找到杀害你侄子的凶手。云生呢，只有放假的时候，还有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才过来。不过，我觉得他好像挺喜欢小谢，我好几次看见他偷偷的在看人家姑娘。他们2个人有进一步发展吗？没有，我还嘲笑他来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说了，云生就是个害羞的孩子，他最多给小谢倒杯茶呀，买个奶茶什么的，没别的发展。他和另外2个人是什么关系？其他2个人他没什么关系，他们好像都没怎么说过话。他们4个要说同时出现我店里，好像只有1次。那一次有发生什么事吗？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3个女孩在那有说有笑的，云生突然就来了。秋花，真的假的？那前段时间还跟我……哎，姐姐，设计推荐的这个东西很好用，我们把人带了很多。然后这个女孩就再也没来过我店里了。这是廖云生的尸检报告，我们都被误导了。廖云生才是第1名受害者。
死者廖云生与第一名死者叶莹莹一样，在腹部发现了模仿蜘蛛口气扎入猎物体内的创口，内脏也有被盐酸腐蚀过的痕迹。在死者的耳后也发现了疑似造成静脉空栓的针孔。不管是从手法还是死亡原因来推测，凶手都是同一个人。所以说，第一个死者是他。但是，由于尸体被福尔马林跟保鲜膜处理过，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的死亡时间。但是，经过我们进一步的检测，可以大致的估算，廖云生至少死了有4个星期以上。如果按照之前齐法医说的犯案周期是13天来推算，那叶莹莹就是在他之后被杀的。现在13天这个杀人周期已经不准确了。根据李淑婷的说法，凶手提前杀了谢瑶琪，而且绑架李淑婷的时间也提前了。这到底为什么？廖云生尸体被发现的那个604房间，还有那个菜棚，小宋那边有什么新发现吗？604房间是廖云生在兽医系的同学程华的家，程华长期在国外，所以那个房子就让廖云生帮他看着。我们在604房间发现的一些指纹已经在做匹配了，结果很快就会出来。而那个菜棚，它的主人是附近村民赵四的。赵四1个月前在家里修房顶的时候不慎摔伤，所以在床上躺了1个多月，他根本不知道菜棚发生了什么情况。第一名死者廖云生尸体在604房间被发现，推测死亡时间在4个星期以上。在廖云生死后的大约4个星期，我们在北山山洞里发现了叶莹莹的尸体，也就是第2名受害者。按照日历标注，凶手应该是在8月14日杀害叶莹莹。在叶莹莹死后的第3天，谢瑶琪被绑。目前我们还无法确认她是否还活着。这本身是谢瑶琪，她不会把所有的受害者都画下来吧？第4名受害者李淑婷，在一个废弃工厂获救，凶手逃逸。从凶手的行为模式来看，是从李淑婷案开始改变的。不仅仅是犯罪的周期产生了改变，就连作案地点以及作案逻辑都有所不同。前2个现场都有凶手特制的漏斗蛛网，为什么这个现场没有？如果他认定这里是他新巢穴的话，谢瑶琪应该在这里才对，可是却没有。按照李淑婷的说法，她认为是廖云生绑架的她，但廖云生早就死了，根本不可能是他做的。那会是谁呢？谢瑶琪被绑架的时候，警方是接到了猪肉铺老板报警的电话，但是老板死了，所以就说没有人可以证明谢瑶琪被绑架了。你怀疑谢瑶琪？如果谢瑶琪是凶手，一切都说得通了。要这么说，那谢瑶琪在猪肉铺留下的头发，就是故意误导我们的。从一开始，我们从派出所到达了现场，就已经进入了他的圈套。他把所有线索都引到廖云生身上，因为廖云生具备了所有犯罪分子的特征。你看，一个可以接触到病瘤内脏的农大学生，他的舅舅廖东还是黑诊所的老板，所有受害者还都和诊所有关。按照李淑婷说的，谢瑶琪和廖云生他们是恋爱关系，那谢瑶琪就很有机会能够进入到大棚栽赃给廖云生。琪琪。最关键的是，廖云生已经死了，我们就算怎么查也找不到他。在没有发现尸体之前，只能认为廖云生是凶手。我们一直以为谢瑶琪是被害者，如果他说谎，我们所有的推断、所有的证据，全是错的。廖云生尸体现场发现的另外一个 DNA 对比结果出来了，是谁？谢瑶琪。
廖云生被杀的时候，谢瑶琪还没有失踪。根据李淑婷的描述的话，他们俩在谈恋爱，那么他的 DNA 出现在604，也不奇怪。谢瑶琪是凶手的可能性更高了。凶手如果是谢瑶琪，那李淑婷她所说的，又是真的还是假的？他给我看了几幅画。什么画？是琪琪，他画的琪琪，琪琪死的样子，死的特别惨。李淑婷呢？还在医院吗？没有，送她回家了。她说她没事儿。这样，我们去找她，当面对质，他们俩当中一定一个有问题。行，行，支队，走。上次我就送她到楼下，她自己上来的。304。这个。李淑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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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手会不会又找上他？让开！找谁呀？啊，你好，我们找李淑婷。谁？李淑婷。这个。你见过这个人吗？他不住在这里吗？这里就我一个人住。谢谢啊。韩风，朱队，是李淑婷，是李淑婷一直在误导我们。韩队，朱队，我已经查过李淑婷在医院留的资料了，除了你们刚刚去的假地址，还有李淑婷在医院留的联系方式和紧急联系人，全部都是假的。全是假的？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我也是刚刚才想到。小新，你能查到小苏送李淑婷回家之后，李淑婷去哪儿？马上去查。小苏，老万呢？他在农业大学询问廖云生的同学。喂，老万，特别注意一下那些学生里面有没有人见过李淑婷。好。我第一次见到李淑婷的时候是在派出所门口。他本来打算要进去，可是他没有进，他还企图想说服我说是谢瑶琪只是失踪躲着他的父母。你刚才看到他爸妈了吧？农村人观念比较保守，这哪能接受自己女儿脸上一直动刀子啊？所以琪琪一直躲着他们俩，估计琪琪根本就没消失。我们找到了诊所的地址，他兼职的诊所在什么地方？就个名片。我们就是从名片上的黑诊所查到了廖云生。如果李淑婷真的是凶手的话，那么他从一开始给我们的线索是，就准备把一切都推给廖云生。这样你的推断就说得通了。韩队驻队，结果出来了。报告上显示，两个人喝的水里都检测出了对方的唾液。所以秋兰子误拿了他的水。对。兰子死前喝的那瓶水应该就是齐主任的苏打水，而齐主任的包里只是普通的矿泉水。好，先走了。不对，你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那瓶水上为什么会有我的指纹。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说氰化钾早就存在于秋南子的体内。
兰子平时应该有用药的习惯。兰子的包里的确发现一瓶胃药，什么药？奥美拉唑。尸检还发现了什么？胃里发现了2个药物胶囊，外壳有被融化的迹象，其中有一颗有破损。最后一个问题，兰子的药瓶里还剩几颗？还剩1颗。我知道凶手是怎么杀死兰子的。兰子服用的胃药奥美拉唑是一种肠溶胶囊，它因为会损伤胃部，所以不会在酸性环境下溶解，而是会通过胃部进入碱性环境的肠道内吸收。但是，它却在兰子的胃里发现有残留。为什么？秋兰子误拿了你的水，喝的是苏打水，加速了胶囊的溶解。肠溶胶囊的外衣是缓释的，应该在4到12个小时起作用。但如果喝了苏打水，那么这个时间就会大大的缩短。所以氰化钾是藏在了秋兰子胃药的胶囊里。兰子胃里发现的2颗胶囊，其中1颗有破损。我相信，凶手在往里面塞氰化钾的时候，应该也发现了。胶囊的外壳被苏打水溶解了一部分之后，里面的氰化钾会直接与胃黏膜接触，强腐蚀性一定会造成胃黏膜的糜烂性出现。怎么证明？秋兰子的药瓶里还剩1颗药。小苏，不好意思啊，赵医生，本来跟合成的合作都要结束了，听说您要出国了，还要麻烦你回来帮忙。没事儿，你们有需求我肯定会来的。出什么事儿了？要我检测什么？戚主任之前推论，死者可能服下了含有氰化钾的奥美拉唑胶囊，但因为误喝了苏打水，使原本应该在肠道里溶解的胶囊提前在胃里溶解。胶囊的外壳已经在死者的胃里找到。所以这次麻烦你过来，是需要帮忙检测一下死者药瓶里只仅剩的1粒药丸。我来做。麻烦了。赵医生正在检查药丸呢，结果估计还得一会儿。把所有证据都比对好，不要遗漏细节。在这儿等。好。奥美拉唑的服用方式是1天3颗，早1颗，晚2颗。如果凶手的目的是要确保兰子死在当天的夜里，那他就一定要保证兰子在晚上吃下的2颗药丸当中，至少有1颗是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只毒1颗，那么兰子有1/3的概率会在第2天早上才吃下带毒的药丸。如果凶手毒3颗，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药瓶内留下1颗带毒的药丸作为罪证。所以，毒2颗对于凶手来说是最优的选择。如果秋兰子把2颗带毒的药都吃下，剩下的那1颗药我们就检测不出证据了。兰子将2颗带毒的药丸全部吃下的概率是1/3，也就是说，凶手也只有1/3的概率不会在药瓶内留下罪证。所以我们只能赌剩下的那1颗。结果出来了，药瓶里的胶囊确实含有氰化钾，跟戚主任之前的推论是一样的。
齐法医，你暂时摆脱了嫌疑，可以离开了。朱队，我想参与办案，找出杀害兰子的凶手。而且，江飞的尸检报告也有问题。江飞跟秋兰子的案子，恐怕需要你回避。我想看江飞的尸检报告。局里不止你一个法医，不是每件案子都要由你来。进来。白局，齐思哲摆脱嫌疑了。对，他还查出了邱兰子的死因。齐思哲是一个优秀的法医，他也很知书达理，所以对于你们对他进行审讯的必要性，他不会责怪你。对了，白局，您知道他的过往吗？他出了很严重的车祸，当时我还以为法医界会永远失去这个人，可我没想到，他用了1年的时间做到了普通人3到5年才能达到的复健效果，可想而知，这个位置对他有多重要。但是他又是一个固执的人，韩风也一样。你们3个当中呢，你是最冷静、最理智的，所以我希望你把他俩能够凝聚在一起，好好办案。小西呢？我让他去查788夜店视频了，我觉得还有些疑点。我们在邱兰子的胃药里检测出了氰化钾的成分，能够近距离接触它，并且能够随时调换它贴身药物的，我们有理由怀疑是少人多了。秋兰子曾经也提到过江飞尸体上有疑点，回头让高法医重新检查一下他的尸检报告。小苏，扩大范围调查秋兰子、江飞、李一奇周边的人物关系，尤其是秋兰子。好。韩队，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可以，先这样。小新，怎么样？找到了，在李一奇案发生的前2个礼拜，我发现齐法医曾经出现在788夜店好几次。我交叉对比过几段监控，发现齐法医出现，江飞都在。看起来，齐法医应该是在跟踪江飞。朱队，这是齐思哲的资料。他2年前发生了很严重的车祸，他车上一名女性乘客当场死亡。朱队，他还有什么问题吗？你先去忙吧。好。
你为什么来？为什么跟踪李一起和江飞？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跟小飞的死有关。原钻。你是为了原钻案才来的？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江飞的尸体是在中午11点半左右被发现，尸温与室温相同，22度。胸口处有点状、方块状的痕迹，呈鲜红色。尸体侧面的尸斑呈片状，暗红色。有什么问题吗？鲜红色尸斑跟推断的死亡时间有冲突，室温下降速度属于异常，这存在2种可能：第一，凶手有意要混淆死亡时间；二，凶手的行凶手法会影响尸体的温度。我认为2的几率大于1，因此，我猜测江飞很有可能冻死，在江飞自己家吗？可是他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啊。有一个地方可以。不可能，这太小了。凶手如果是将江飞塞进冰箱里，那么江飞的尸体上一定会留下很多伤痕以及痕迹。但就目前来看，尸体上并没有这样的伤痕，有的只是尸斑。尸斑是血液受重力作用于低下部位产生的痕迹。江飞当时死亡的时候是侧卧，所以尸斑应该只会形成在侧面。但是你看这儿，江飞的胸口处却出现了鲜红色的斑迹。还有，江飞死亡的时候，身上的衣服全是皱褶。他这个衣服怎么像湿了又干了呀？包括他的手指以及脚趾都出现了因为长时间泡水在渗透作用下才会出现的皱褶。江飞本就是不修边幅之人，他的衣服褶皱也不奇怪。我们发现尸体的时候，发现浴缸底部有些水，他的皮肤褶皱应该就是泡水导致的。那按照你的推论，当时他的手指、脚趾并不会接触到浴缸底部的水，不应该有褶皱才对。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所以江飞不是冻死在冰柜里，而是在浴缸里被冻死的。江飞家的浴室那扇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尸体被发现的时候，冰块虽然已经融化了，但是尸体上却留下了冻伤的痕迹。他胸口这片鲜红色的斑迹，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也是因为在低温情况下各脏器衰竭而造成。从现场的痕迹来看，所有情况符合齐法医说的。知道了。所以韩芳，你现在愿意相信江飞的死不是意外，是他杀了吗？